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道真法师哈。那么现在来到年底啊，我们又来做一下这个 YouTube 的一个年底总结哈，又来看看大家到底赚了多少钱哈。但是问题是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一做这个年终总结呢，总是会被司东记给吓了一大跳哈。本来呢，我还想去看看一些其他的频道，然后呢，跟司东记来比较一下哈。结果呢，发现在见证这个圈里面呢，大概司东记的这个收入呢，是比别人要多好多倍的哈。所以呢，也就没有什么再去找其他人比较的这个必要了哈。你直接看司东记的年收就可以了哈。参考的两个网站哈，一个是 Next Influencer 和一个就是这个 TuberTown 哈，这个一个是日文的哈，一个呢是有中文的哈。司东记的累计年收呢是38079075元哈日元，今年的年收呢就是28474461日元哈。那么这个就是月收过10万的一个自媒体频道哈。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因为在日本的顶尖的 YouTuber 呢，大概也就赚这么多钱。可以看到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只是1705638日元哈，2019年呢翻了3倍哈。2019年我做过一期讲他年收的这个视频哈，然后那个时候602万呢，我已经觉得很多了，然后呢，今年呢再接再厉，又翻了3倍哈，变成28474461日元哈。可以看到呢，这个司东记的这个收入呢，它的巅峰呢是今年2020年的5月份哈，那么这个呢达到了487万。这个5月份他拍了367个视频，我都惊了，我一年都拍不了367个视频哈，他一个月就能拍那么多视频。不要再去嘲笑别人赚钱哈，你首先想想你有没有人家那么努力哈，你学习人家司东记哈，那个一个月拍367个视频真的是不容易哈。因此呢，我就很想知道，就是日本的顶尖YouTuber 大概一年赚多少钱，然后在这个 TuberTown 上我和这个司东记进行一下对比哈。那么我呢就找了这个老高与小莫的这个频道哈，那么老高与小莫的这个频道呢，经常不知道为什么就推到我的这个 YouTube 上面，然后呢我是看其他视频睡着了，醒来一看，哎，又看到老高与小莫。然后呢他这个老高和小莫呢，今年的推定年收和收入呢是4708万哈，大概呢是司东记的1.8倍吧。但是呢，它的这个登录人数呢是司东记的10倍哈，那就说明了这个司东记的这个播放量有多么的恐怖哈。所以呢，司东记的这个2020年年收呢，已经挤进了所有 YouTuber 当中的最上位的5%的这个阶层哈。它已经不是放在政论圈去讨论的一个数字了，它已经是叫做顶尖 YouTuber， 就是金字塔上的金字塔这个水平的这个 YouTuber 哈。我为了这个比较呢，我专门去找了就是日本的这个前6位最受欢迎的这些频道哈。有这个 Hikakin TV， 然后有这个凶者地者，然后这个 Seikin TV， 还有 Hikakin。然后呢，我看到这个第6位是这个 Ega Channel 啊，那个是一个日本的搞笑艺人啊。那么这个 Channel 呢是今年开设的一个新的频道哈。但是呢，他今年呢是19824614日元哈。那么这个人呢，在日本呢，基本上是人尽皆知的一个搞笑艺人，非常非常有名。但是呢，他赚钱呢还没有司东记赚的多哈。然后呢，你可以看看这个 Yuka Kinoshita 啊，那么这个呢，他今年呢赚了1679万啊，那么也没有司东记多，这就是我们讲司东记这个收入可怕的地方哈。然后呢，我只看了这一个网站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客观。然后呢，我又去看这个 Nox Influencer 里面这个叫做司东记这个收入哈。那么在这个网站上的评价呢，这个司东记呢每个月呢是10.54万人民币哈，它直接给的是人民币的这个价格，然后到32.62万人民币哈，就是这个 Nox Influencer 呢往高了算呢，它一个月呢能有32万的收入哈。所以呢，实际上司东记的收入呢，确实今年呢是非常的厉害哈。所以呢，今年他买了大 house 哈，然后呢又买枪，然后又买车，所以呢过上了非常逍遥的好日子哈。那么所以呢，最后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有关司东记它为什么会这么火哈。那么司东记的这个频道的风格呢，其实呢主要就是报一些这个新闻哈，然后呢主要呢是讲这个小道消息哈，然后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叫做阴谋论的一个频道哈。那我看这个动作挺有意思哈。那么司东记这个平台呢，我们都知道它内容呢主要是做反华的内容哈。
啊。但是呢，问题是，就是说 Stone 他在所有的反华里面呢，为什么他能做的比别人更加的优秀哈？原因就在于呢 ，Stone 做的这个传播的方式呢，是非常接近于我们讲的这个弱传播的这个方式哈。弱传播这本周振东的书里面就讲了，就是不好的消息呢，传播量呢远比这个正面的能量呢传播量要大。心里有正面能量的人呢，也要去看负面能量的这个频道哈。然后呢，他要去看，然后呢，他还要去反驳，然后呢，要做一个视频打脸什么 Stone， 然后呢，要跟他辩论，然后说你这个说的都是错的，都是假消息，都是小道消息。所以呢，弱传播这个理论里面呢，讲的最清楚的一点就是正面传播的消息呢，只有正面传播的一群人会去看哈。就是比如说我去夸，这个我们这个大学特别了不起，然后我做这么样个视频，到底谁会去看呢？只有我们学校的人会去看嘛，对吧？但是呢，你如果说我们学校很烂啊，说我们这个学校就是垃圾，出来的都是废物哈，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就除了我们学校之外的人呢，他也爱看吐槽类的，就是说这个电影很难看，然后说这个东西做的不好，然后这个东西很难吃的这种视频呢，其实很容易得到更高的播放量啊。所以在互联网上要得到传播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词呢，就是叫做弱。或者是坏啊，就是不能说好事儿哈。那么所以呢，这个 Stone 的这个频道呢，它的主要的这个倾向呢，就是把所有的弱的东西、坏的东西呢，都把它集中到这里啊。其他的频道呢，还要讲一些好的东西。你比如说什么文昭啊、陈破空啊、什么吴建民啊，他们终归还有一个叫做民主自由的一个追求在那里面。他希望把自己的频道呢做成一个强的频道，而不是想一直就去讲那些不好的消息哈。他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尊严和自尊啊。但是像 Stone 这种频道呢，他的这个目标呢已经变得非常的简单哈，就是专门找不好的消息。很多这个观众呢跟我的反应呢，倒不是说他的观点怎么样，而是看得多了之后呢，会觉得很烦，然后呢必须要把那个推荐给去掉。因为如果说你的内心啊没有这么多的能量去承受这种负面信息的话，你看 Stone 的这种新闻呢，你看得多了之后，你会产生心理疾病。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一天做10个坏消息，如果真的是能做到 Stone 的每一个视频都看的话，我觉得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哈，就是你看的东西实在是太负面了哈，你这个正能量是一点都没有的。所以在以前的时候呢，我最讨厌一个词儿叫做正能量哈，就是中国这个做新闻呢讲究什么，我们传播正能量，然后说我们说好的，我们搞大内宣，我们说这个国家了不起，天天这个蒸蒸向上啊，什么 GDP 拼命的涨，然后人民这个安居乐业，都吃肉都喝汤，然后呢以这个正能量呢作为要求，去要求各个电视台呢去多讲这些正能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业余的一种传播的思维啊，就你要理解就是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人的内心呢实际上是非常愿意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的，一看人家哎呦人道主义危机了，死得很惨呐，然后有活摘器官呐，哎呀开心了，然后人的这个心理就得到了满足哈。所以 Stone 就遵守了这个永远不讲正能量的这个原则，所以导致他的这个视频呢这个观看量非常的高啊。然后呢其实在海外的华人呢有很多呢是跟他同样的心态啊，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中国政治会不会变好，是不是什么民主自由，中国 GDP 有没有增长，他们只是想看一些中国的不好的消息哈，就证明哎呀我这个逃到美国来真是对了哈，要留在中国我水深火热，日子过不下去了是吧？他们就喜欢看这样的这个节目哈。所以 Stone 的这种弱传播呢正好就戳中了他们的痒痒点，然后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开心哈。所以说到底，如果你想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火呢，你就是做这种坏消息，做这种弱传播呢，其实是比较容易火。但是呢问题是就是他这一套为什么我不推荐让所有的这个 YouTuber 去做呢？因为这个东西呢引发很大的这个人身安全的问题啊，就是有这个社会信誉的问题。你在传播负能量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负能量聚集到你这里来，然后来攻击你啊。所以呢 Stone 这种频道，他一旦做这种负能量，他一旦做这种负能量和弱传播的这种传播之后呢，他的评论区呢就特别的肮脏。他自己把自己的频道做成了一个公共厕所之后呢，所有人都会上来尿一泡，然后拉一泡啊，非常容易让这个视频上传者呢产生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哈。所以呢 Stone 关评论区呢，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哈，因为他的这个频道呢太负能量了，这没有办法了。所以呢，我们要讲一点呢，就是这个弱传播和这个负能量和负面消息容易传得更广的这个原理呢，容易导致键盘侠、阴谋论、不讲逻辑、讲情感推动这些人呢火起来。但是呢，同时呢，他也还是告诉你，就是互联网当中比较火、传播的比较大的这些信息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公共厕所的东西哈。所以为什么 YouTube 啊、Twitter 啊
这些公司呢要开始要慢慢管制这些东西。他们终于发现了，就是互联网如果你不管的话，它就真的就成了一个公共厕所。所以呢，这就是将来几年这个美国和这欧洲的这个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哈。如果你再继续放任下去的话呢，就是这种负能量和这种就是造谣然后小道消息的这种频道呢，永远是越来越有市场，然后永远是你会导致你觉得你和一群人形成了同温层，你说的再有道理人家也不听，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对于他们的媒体精英呢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危机哈。所以呢白左和键盘侠的这种斗争呢，实际上呢在西方国家呢才刚刚开始，但是在中国呢其实已经打了10年了吧，可能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